如果今天医生跟你说心脏的血管堵住了，哇，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一定很慌张，对不对？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这个。冠状动脉心脏病听起来很可怕哦，但其实它的治疗方式，我们可以用很简单、很有趣的方法来理解。我们今天就一次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好，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医生拿着一份报告，很严肃地跟你说，你心脏最重要的血管堵住了。哇，这真的不是在演戏哦，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面对的真实情况。那接下来呢，到底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核心要解决的问题。要搞懂怎么解决，我们得先搞懂问题是什么。来，我们先用一个超简单的比喻。你可以把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想象成是一条供给整个心脏活力的超级高速公路。那如果这条高速公路堵住了，会发生什么事？那不就像是发生了超严重的连环车祸吗？整个交通大瘫痪，后面的血液，也就是那些重要的养分，根本就送不过去了嘛。好，既然是交通大瘫痪，那该怎么解决呢？现代医学就很聪明，他们提出了3大解决方案。今天我们不讲那些让你头昏脑胀的医学名词，我们换个角度，把这3种方法看成是3种完全不同的工程学思维。我们来看看医生们是怎么像工程师一样，用超强的逻辑来解决这场塞车危机的。OK， 第一种方法来了，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心脏支架，专业上叫做 PCI。这个方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精准的通水管工程。你家水管堵住了怎么办？找水电师傅嘛。医生就像那个师傅，他会用一个很细的导管伸到你堵住的血管里，用一个小气球噗一声把它撑开，然后放一个金属网状的支架把血管给牢牢的撑住。你看，它的逻辑很简单，哪里堵住我就通哪里，快很准。好，那第二种方法，绕道手术，也就是 CAG， 它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哦。如果说放支架是通水管，那绕道手术就像是直接盖一座全新的高架桥，你懂那个意思吗？它根本不去理那个塞车塞到爆的旧路段，而是从你身体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腿或胸口，拿一段健康的血管，直接咻的一下绕过那个堵塞的地方，盖出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让血流可以直接走新路，完全避开塞车点。再来，第3种策略，这个就更酷了，叫体外反搏 EECP。它的概念，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了。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超大型的都市更新计划。它不是去通一条水管，也不是去盖一座高架桥，它是透过在你的腿上用压力带规律的加压，去刺激、去鼓励你的心脏自己长出很多很多新的微小的血管网络。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塞爆的旧城区，我们不是只拓宽一条路，而是开辟出成千上万条新的小巷弄，让车流可以自然的分散掉，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很神奇，对不对？好，通水管、盖高架桥，还有都市更新，这3种工程的原理我们大概懂了。但接下来问题就来啦，最重要的问题，那我到底适合哪一种啊？对不对？别急，接下来我们就拿出最新的医学指南，来看看这份工程蓝图到底该怎么选才对。OK， 我们直接看这张比较表，一目了然。这里就把3种治疗的理想剧本都列出来了。你看哦，放支架最适合处理紧急状况，像是急性心肌梗塞，而绕道手术呢，专门处理那种3条血管都堵了的复杂情况。那体外反搏就是给那些不适合动手术的人一个新选择。所以你会发现，关键就在于你血管里那个交通堵塞到底有多严重、多复杂，还有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真的，这里没有谁最好，只有谁最适合你。所以你看，最关键的差别就在这儿。心脏支架，也就是 PCI， 它就像是救火的消防队，专门处理那种很紧急、很局部的问题，像是急性心肌梗塞，哪里失火就去哪里灭火。但是绕道手术，
也就是 CABG， 它就是一个更宏大的长期重建计划，是处理那种范围超广、结构超复杂的世纪难题，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它就是黄金标准。好，理论我们都懂了，但我们站在病人的角度想一想，最关心的其实是，那这个工程要做多久？我要休息多久才能恢复正常，对吧？这个施工时间跟停机时间才是最实际的。来，我们接着往下看。你看这张表，哇，那个差异就很明显了。绕道手术，你看要花3到6个小时，而且是全身麻醉，风险等级是高的，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相比之下，放支架大概1到3小时，局部麻醉，风险低很多。那体外反搏就更厉害咯，它根本不用麻醉，风险是极低。所以这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取舍在里面，对吧？再来看看恢复时间，这个对比就更惊人了。放支架，它的恢复期是用天来算的，很多人1个礼拜就活蹦乱跳了。但是绕道手术，因为它是一个要把胸骨打开的大手术，所以它的恢复期是要用月来算的。胸骨要完全长好，可能要1到3个月，这个时间上的差别真的非常非常大。好，讲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那就是从长远来看，哪一个方案比较耐用，哪一个可以让我活得更久更好，对吧？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来看这张长期预后的比较表。你看耐久性这一栏，支架在处理复杂病变的时候，未来可能需要再做一次手术的几率比较高。但绕道手术，它的长期耐久性就非常非常好，再堵塞的几率也比较低。这个就像是一个是快速维修，一个是整个换新零件，那个耐用度当然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状况很复杂，绕道手术就像是给你一个更长久的保护。这里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是很多大型临床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哦。就是这句话，对于有糖尿病，而且是复杂、多条血管都有问题的病人来说，绕道手术，也就是 CABG， 已经被证实可以提供更好的长期存活率。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复杂？这个决定也太难了吧？别担心，好消息是，这道题目你不需要一个人来回答。现在最先进的医疗观念，早就不是让病人自己去选了，而是透过一个专业的心脏团队来帮你一起做决定。那什么是心脏团队呢？很简单，就是把通水管的专家，也就是心脏内科医师，和盖高架桥的专家，也就是心脏外科医师，通通找来。他们会一起开会，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去全面评估你的状况，最后一起给你一个量身打造的建议。这才是现在最棒、最安全的决策方式。好，那我们来做个快速总结。什么时候我们会优先选择通水管工程，也就是放支架呢？第一，急性心肌梗塞，时间就是生命，当然要选最快的。第二，你的问题比较单纯，可能就1、2条血管堵住了。第三，你年纪真的很大，或身体太虚弱，根本没办法承受大手术。在这些情况下，支架快速伤口小的优点就是无可取代的。那反过来说，什么时候我们会建议你考虑那个比较大的高架桥工程呢？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是糖尿病患者，而且很多条血管都出问题了，或是堵塞的位置发生在最关键的左主干动脉，那条可是心脏的命脉啊。在这些情况下，虽然恢复要比较久，但为了换来长期的稳定和最高的存活率，绕道手术绝对是更值得考虑的选项。最后别忘了，还有我们的都市更新计划 EECP， 它的角色就很特别，它通常是给那些
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做绕道手术的病人，或者是有些人做完手术了，但还是会胸痛，这时候 EECP 就可以当做一个很棒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一种非侵入性的保养。它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很重要的配角。所以我们绕了一圈，回到最初的问题：你的心脏到底需要哪一种工程计划呢？请记得，这真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是非题，没有标准答案。它更像是一个需要你和你的心脏团队坐下来一起好好规划的策略蓝图。把这件事当成是你自己主导的一个重要专案，主动去问、去沟通、去参与决策。只有这样，你才能为自己的心脏规划出一条最安全、最长远的康庄大道。一定要跟你的团队好好合作哦。